好来，我是麒麟。上期说闪光的 Flash 巧遇奇遇，由于不知道奇遇的深浅，频频被打脸，于是两个路痴就这样一同前进。而另一边，地面上的支援组险些被喵喵团灭，好在紧要关头，失踪已久的驱动骑士赶到了，并不怎么费劲儿就干掉了喵喵。战前失踪又恰到好处的出现，实力深不可测的驱动骑士身上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那么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赢了吗？驱动骑士，目标排除完成，回收等级龙级怪人喵喵的尸体，真是太棒了！果然不愧是 S 级英雄，即便是干部也不是你们的对手。不，你的见解是错误的，这家伙很强，如果是正面进攻，我很难击中他。首先，敌人骄傲自大，疏于防范；其次，我提前收集到了敌人的战斗数据。敌人的数据？是的，我观察了一会儿这家伙和其他人的战斗。原来在他们一帮人险些被团灭的那会儿，驱动骑士就在上面观战呢，这就令赛金加尔很郁闷了。怎么这样？你要是早点参战的话，队伍的损失就不会这么惨重了。但如果分析不足，没能打倒敌人，事态只会比现在更加严峻。这就是我的战斗方式。为了提高获胜几率，利用一切的人和事物。躺在地上的这些英雄们，应该已经做好了相应的觉悟吧？你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我还有一个疑问。没错，赛金加尔开口询问他为何2天前会突然闯入敌营，又突然了无音讯。因为驱动骑士的行为实在有太多无法理解的地方了。如果这个问题他不能解释清楚，那或许就真如同弟所说，隐藏在英雄中的内奸。可就在这时，驱动骑士毫不犹豫地投影出一面信息：我一直潜伏在敌营收集情报，正如刚刚所言，这就是我的战斗方式。这正是怪人协会的详细地图，甚至瓦岗马的关押位置也标记了出来。不仅如此，赛金加尔一愣，这是这个吗？灾害等级鬼级和龙级干部怪人，他们的名字、特征和战斗模式。哦，真是详细啊！我拷问了好几只怪人才得到这些数据，所以花费了很多时间。我本想在其他英雄来此之前将数据传回来的，但考虑到英雄中会有内奸窃听的危险，所以就没和你们联系。内奸？你掌握了什么线索吗？没想到他最担心的内奸嫌疑人竟然自己爆出了内奸的情报，这发展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在这之前，我想先确认一件事，英雄这边的势力现在情况如何？这金属球棒、背心尊者还有死亡机关枪等其他实力较强的 A 级英雄，因为之前对抗怪人和英雄猎人，所以都无法参战。原来如此，也就是说，如今没有能应对新的紧急事态的人吗？英雄协会人手不足，对吗？为什么要问这个？再确认一下，警犬侠也无法前往总部，对吧？可就算怪人瞄准这个时机袭击总部，总部那边也已经配备了金属骑士设置的防卫系统啊。建造设施的也是金属骑士，他说在怪人迎击方面有绝对的自信。哼，说到底，那还是他制造的东西。从你们真的相信他所说的话开始，总部就已经处于半失守的状态了。你所说的内奸该不会……就是金属骑士波伏伊博士。你有证据吗？他所操控的无人机金属骑士号前些天在敌人基地内部被大蛇破坏分解了。在决战前夕，他所拥有的数据泄露会导致我方陷入最不利的立场。波伏伊可以连接复数机器人兵器，让其自动操控。所有兵器会将线上得到的数据进行共享，提高战斗效率。而其中金属骑士号更是他最常用的机型之一，不可能被轻易夺取的。这等同于他将所持有的兵器情报当作礼物送给了怪人协会。假设怪人协会已经将机体数据分解，吸收了情报，怪人协会将获得机器人兵器的指挥权。如此一来，英雄协会总部的防卫系统就变成了一堆废铁。不仅如此，波伏伊手上的导弹发射器和爆破机的操作密码或许也都泄露了。你的意思是，这都是他计算好了之后故意输给大蛇的，目的就是给怪人送武器。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所等待的就是英雄协会的战力衰弱的瞬间。
他是恶人，他应该是想提高个人的军事能力，占领世界吧。而英雄协会就是他的绊脚石。记住，这个情报只能告诉极少数人。等一下，突然听到这样的消息，还是难以置信。你有确凿的证据吗？说到这儿，驱动骑士愣了一下，并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如果之后协会总部遭到袭击，你认为排名第一的爆破会出动吗？爆破？应该不会。在我看来，他现在的情况和隐退差不多。这样啊，不过或许的确如你所说，情况很糟糕，必须马上联系总部加强戒备。突然间，一道光线射来，这突然的一击，通讯器连带着赛金加尔的手都给炸烂了，而攻击者就在身后不远处。我是机神G5，看来我遇到的状况不错啊。原来来人正是从原子武士手里逃脱的机神G5。赛金加尔一边捂着伤口，一边请求驱动骑士去将敌人消灭，但话音一落，驱动骑士并没有动手。很遗憾，我几乎无法行动了。几十个小时的持续运作，再加上刚刚的高强度战斗，能量已经耗尽了。是的，从你身上我几乎感受不到能量反应。没办法，既然驱动骑士都这么说了，他也只能咬着牙呼喊着其他人。但这一片地带除了他们3个以外，都躺在地上，没有战斗能力。怪人喵喵已经将他们打成重伤，都没法行动了。而且以他们的状况，也不能留在这里不管。真的不能联系上爆破吗？联系不上，协会工作人员中也没有几个能联系到他的。原来如此，人质刚刚已经逃离了吗？看来干掉你之后再追上去还来得及。对方已经伤痕累累了，用干部光线不断进攻的话，或许……随着他话音一落，机身的残躯开始破裂，一个崭新的小型机身出现。这样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我记得这个能量。天空中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现在看来，还是我的成长速度更快。这个熟悉的能量反应让他想起了曾经对付过的机神G4。状况如何？杰诺斯，你真的不需要我背吗？我自己回去，受伤的人就拜托你了。这时被烤成焦炭的喵喵竟然叫了一声：那个怪人还活着，让我来杀了他。等等，你不需要出手，我会负责将他消灭的。你打算做什么？解剖研究，为生物模仿兵器做参考。你应该也明白吧，我们要想变得更强，就必须研究未知的生态，化为己用。迄今为止，人类多次参考动物、昆虫的构造，用以发展科学技术。就算对象是怪人，只要能对正义有益，就应该拿来做研究对象。此刻奄奄一息的喵喵暂时彻底后悔了，自己当初就不应该趟这趟浑水。这些家伙中有人能一拳干掉干部，现在又出现想解剖干部研究的家伙，这下场可就惨了。驱动骑士的话对杰诺斯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总觉得哪里有些问题。另一边，管家胖子背着瓦岗马还在奔跑中，确切的说应该是管家瘦子了，因为长时间没进食，加上肚子被喵喵划破了，所以才变成这样。瓦岗马可不管这些，拽着胖子的帽子吼道：你是 C 级吧，想升级就跑快点。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亮光，杰诺斯化身搬运工将他们都拽走了。一时间场面上就像杂耍一般，处于人堆顶上的3个大活人开始了惊险刺激的神庙逃亡。其实也不是杰诺斯想这么干，而是敌人正在追赶他们呢。我们帮你减少一些负担吧。虽然腾不出手，但杰诺斯手臂两侧亮起了光，这是位于手臂两侧的感应射线。人都在吧？得救了吗？有了杰诺斯的帮忙，支援队被成功送出了废墟城市。很快，伤员被紧急处理的伤势，管家胖子和瓦岗马还惊魂未定。杰诺斯站在车顶上搜索着敌人，而赛金加尔简单的做了包扎，接着拨通了西奇的号码。喂，西奇吗？已经救出了瓦岗马小朋友，稍后会送往总部。医疗队到了吗？支援组全军覆没了。是魔鬼改造人帮我们逃出来的，详细的情况稍后。好。魔鬼改造人，西奇有话对你说。什么事？既然是杰诺斯救了大家，那西奇当然也不好意思再隐瞒什么了。他向之前将杰诺斯排除在外的计划表示抱歉，并表示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接下来杰诺斯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奇遇老师恐怕早已经散战了。不用你说，我也会回到战场的。
但你不要会错意了，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接受你们的指挥，别以为你们能左右我的判断。魔鬼改造人，这个给你，是驱动骑士收集的敌人数据。于是就这样，杰诺斯配备着驱动骑士的数据，出发前往怪人基地。墙面一声巨响，迎面飞出来的性感囚犯此刻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了。想不到增强后的我会被单方面碾压，站不起来了。难道我就到此为止了吗？对不起，男朋友们。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啊，这双充斥着男性荷尔蒙的脚。没错，来人正是超合金黑光。你的大部分肌肉遭到了破坏，是谁干的？回答我，囚犯先生。恶狼出现了，英雄猎人吗？顺着性感囚犯打破了墙洞，一股恐怖的气息正弥漫而来。他现在拥有着超乎想象的力量，可千万不要小瞧他，小黑。S 级英雄单打独斗，想要战胜如今的他已经极为困难了。即便是小黑你，也很危险。这些话虽然从 S 级最弱的我口中说出来，或许没什么说服力，但我只想告诉你，和我交手后，他毫发无损。我知道了，我会代替你干掉恶狼，无需担心，这次毫发无损的是我。小黑，别这样，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我的肌肉会萎缩的。好，就来看看他是不是能让我超合金黑光全力以赴的对手吧。恶狼，我很期待哦。没有消息，原子武士没有新的联络，那就是说另一个小孩还没有得救。怪人协会方面虽然也消耗了不少，但如今我已经没有了最终兵器，还是和其他人会合吧。刚做出决定，可没走两步，童弟就看见了下方奄奄一息的聚合铁三人组，他赶紧落了下来。3位1级顶尖强者被同时击败，对手究竟是童弟？聚合铁先生，你只有一个人吗？快跑，那家伙还在附近。凭着直觉，童弟一跃而起，躲开了袭来的攻击。好险，快逃！他是干部。这是什么？是生物吗？就是这个东西打败了3剑客，居然还是龙级干部，感觉还没有凤凰男厉害呢。话音一落，天然水直立而起，2个白色的东西顺着水流直达最高处，原来是他的眼睛。没有交谈，直接开战。童弟灵巧地躲过了3发水炮，可还没落地，食人鱼就围了上来。锋利的牙齿竟然能直接咬碎机械。操纵鱼的能力？不对，这些鱼和这滩水是共生的。竟然能打穿钢刀，切口很平整，攻击方式应该类似于高压水枪，所以千万不能被碰到。想到这儿，童弟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如果是一般的战斗方式，的确会输，还好来的是我有方法对付他。话音一落，身后的背包砰的一声弹出了一堆乐高零件，下一秒瞬间合体，形成了一个雪人的模样。急速冷冻呼吸，只见迎面袭来的水柱撞上了冷冻呼吸，开始结冻成冰。寒气通过水柱一瞬间传达到了天然水的本体。哈哈，果然他无法自主调节体温。虽然没预料到会遇到这样的敌人，但平时我只要想到的武器，我都会制造出来的。超合金黑光对上了能秒杀性感囚犯的恶狼，究竟孰强孰弱呢？而对抗上天然水的童弟似乎并不费劲，但事情真的会这么顺利下去吗？那么到这里，怪奇篇8就结束了。下篇预告 S 级英雄们的恐惧和奇遇地下游乐园大冒险。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见。